你等年紀輕輕，一遇挫折便鬆散懈怠，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也。夫處世之道，亦即應變之術，豈可偏執一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貴在隨機應變。大家都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那按理說司馬懿作為三國亂世唯一的真正的終極的勝利者，他應該像秦皇漢武一樣被供上神壇。事實是，人們只要一提到司馬懿，永遠都是兩極分化的評價。一半人喊他鬼才，說他是忍者神龜，是職場生存的祖師爺，要學他的隐忍和權謀。另一半人卻在瘋狂地罵他，說他是華夏的罪人。當他指着洛水發誓的那一刻，不僅埋葬了曹魏，更埋葬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信義底線，開啟了一个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那麼問題來了，一個贏了天下的人，為什麼輸了人心？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lo， 今天我們來聊聊司馬懿。在開講之前，我們先把那些所謂的道德審判放一旁，我們看一看這個潛伏了73年的頂級獵手究竟是靠什麼熬死了曹家的3代雄主。相信看完他的一生，也許你會重新定義輸贏，甚至會覺得有時候活下來比贏更可怕。首先我們要搞清楚司馬懿到底是個什麼出身。司馬懿字仲達，西元179年出生在河內溫縣，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溫縣。他的爺爺司馬嵑是太守，他的爹司馬防是京兆尹，相當於現在的首都市長。這種家庭出來的孩子，在當時是標準的士族精英。史書上說他少有奇節，聰明有大略。就是這個孩子從小就不一樣，心眼多，格局大。當時有個叫楊俊的名士，看了一眼少年時期的司馬懿，就斷言此非常人也，以為非常之器。而且大家注意一點，司馬家是信奉儒學的，這就決定了司馬懿的底色，他表面上永遠披着一層禮教的外衣，不管他在搞什麼權謀詭計，他都要讓你覺得他很體面。西元201年，曹操聽說司馬懿有才，就派人去喊話，請他出來做官。畢竟此時的曹操剛剛幹掉袁紹，挾天子以令諸侯，代表的是朝廷，風光無限。但司馬懿怎麼做的？他說：“哎呀，我不行啊，我封閉了，也就是中風了，來不了。”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說自己中風了，你們信嗎？其實這一招啊，根本就是曹操玩剩下的。曹操小時候為了對付那個愛告狀的叔叔，就是靠裝中風倒地把他的親爹給騙了，直接讓他的叔叔失去了信任。只能說這兩個人湊在一塊，那叫臭味相投。畢竟都是千年的狐狸，玩的都是同一套聊齋。司馬懿為什麼要裝病？這裡大有文章。第一，他此時壓根就看不上曹操，在他這種世家大族眼裡，曹操是宦官之後，出身太低，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個我在之前郭嘉的節目也講過，曹操之所以能對郭嘉推心置腹，就是因為至少在出身這一塊，他們是有共鳴的，沒有那種天然的階級隔閡。第二，也是最關鍵的，當時的局勢太亂了，漢室還沒有徹底涼透。雖然曹操滅了袁紹，但跟着他始終是前途未卜。比如像孔融這些早早投靠他的大才子，下場都不咋地。所以司馬懿心裡沒底，他想着等局勢明朗再入場。但是曹操真的那麼好糊弄嗎？裝中風，我可是你的祖師爺，畢竟都是千年的狐狸，你在這跟我玩聊齋。於是曹操幹了一件非常狠的事情，他派了一個刺客大半夜的摸進了司馬懿的家裡。他和刺客交代，如果說司馬懿真的躺着不動，那就算了；如果他敢動一下，直接一刀給砍了。結果就是那天晚上，刺客拿着刀進去，司馬懿躺在床上，看着刀尖在眼前晃，他硬是連睫毛都沒眨一樣。大家細品一下這個心理素質，這與其說是在裝病，不如說是在拿命在賭。而這一賭就是7年。這7年裡，他就像一隻縮在殼裡的烏龜，任憑外面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西元208年，此時的曹操基本統一了北方，被任命為丞相。這個時候，他又想起了那個癱瘓的司馬懿。這次曹操不客氣了，直接放話：司馬懿要是再敢不來，就直接抓起來。於是那個躺了7年的癱瘓病人噌了一下就站了起來，乖乖的去曹操那上班去了。這一去，他就正式踏進了曹魏的權力中心，也開始了他和曹家3代人相愛相殺的一生。進了曹營以後，司馬懿一直低調做人，從來不搶風頭。但有一次，曹操正走着，突然回頭叫了一聲“仲達”。司馬懿本能的回頭，但是他的身體沒有動，只是腦袋轉了過去，像狼一樣，雙眼直勾勾的盯着曹操。這就是歷史上
著名的陰室牢固之象。這一眼直接把曹操給看毛了。從相术上来說，這種面相心裡藏着巨大的野心，絕對不会久居人下。曹操回去就跟兒子曹丕說，司馬懿這個人非人臣也，必欲辱家室。這個故事是記載在《晉書·宣帝紀》當中，是唐代房玄齡等人奉詔編撰的。注意，奉詔編撰，皇帝親自下令，所以是带有很強的官方立场的。我們之前有講過，諸葛亮在上邽一戰大敗郭淮和費曜，結果在這本書裡面直接被刪掉了，而且是改成了諸葛亮安營駐紮，讓司馬懿的戰略失誤不見於書。所以關於真偽，我們不做甄別，大家可以根據內容自行判断。曹操这個人，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講到，他看人是非常準的。既然他看出來司馬懿在面相上有不臣之心，那為什麼不殺了他呢？因為曹丕保他。司馬懿也早就看出来了，曹操的位置未来是曹丕的，所以每當曹操起了杀心，曹丕這邊就往回求情。司馬懿自己也争气，他很清楚曹操多疑，那怎麼辦？他就卷給你看。史書的原話叫勤於吏治，夜以忘情，連除牧之間悉皆臨慮。也就是說，不管是軍國大事還是餵馬放牧這種小事，他都親自盯着。他就是用這種近乎於工作狂的做派，把自己演成了一個老實本分、事无巨細的苦力臣子，硬生生的把曹操的疑心給磨了下去。时間來到了西元215年，這個時候的司馬懿在曹營中的位置已經穩固，他逐漸開始展現出他真實又可怕的戰略眼光。這一年，曹操打下了漢中，在大家準備開慶功宴的時候，司馬懿卻站出來說：“丞相別停，現在劉備剛拿到益州，立足未穩，人心惶惶，咱們應該趁熱打鐵，直接滅了劉備。”這個建議也是後世爭議最大的一個點。有人說，如果曹操當時採納了司馬懿的計謀，可能三國歷史在那一年就結束了。但是曹操這回慫了，曹操說了一句當年劉備的名言：“人苦無足，既得陇右，復欲得蜀乎？”這也就是得隴望蜀這句成語的由來。結果呢，劉備反手就把漢中給奪了回去，成了曹魏一輩子的心頭大患。這件事情說明什麼？說明在戰略判斷上，司馬懿的眼光甚至比晚年的曹操還要毒辣。他看穿了对手的虚實，更看穿了時機的稍縱即逝。緊接着，西元219年，更大的危機來了。關羽發動了襄樊之戰，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被打得都想遷都了，說這許昌不能待了，離關羽太近了。我們在關二爺那一期的影片有講過，那是關羽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當時給人的感覺就是劉備已經按照隆中对的戰略部署，準備成就霸業，興復漢室。而就在此時，又是司馬懿站了出來，他和蔣濟一起攔住了曹操。他說：“丞相，此時一旦遷都，人心就散了。關羽雖然猛，但孫權早就覬覦荊州了，孫劉聯盟破裂已經是既定的事實。咱們只要給孫權許諾點好處，讓他從背後捅關羽一刀，樊城之圍自解。這招也叫驅虎吞狼。”結果大家都知道，孫權派呂蒙百億渡江，關羽敗走麥城，一代武聖就此陨落。這一仗不僅救了曹魏的命，更讓曹操意識到，這個司馬懿不僅能管後勤，還是一個頂級的軍事戰略家。西元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繼位。不久後，曹丕篡漢，改國號為魏，正式結束了400年的大漢王朝。对於司馬懿來說，好日子終於來了。但是就在曹丕剛繼位不久，當時孫權為了試探曹魏，派兵在邊境騷擾。此時大家人心惶惶，覺得孫權是不是要對我們大魏動兵？此時又是司馬懿，他極其冷靜地分析，孫權剛剛拿下荊州，內部不穩，現在最怕的是劉備報復，所以不可能跟我們真的打。他這就是虛張聲勢，最多在周邊放幾炮，搞搞土戰。司馬懿還說，我們不但不能撤，還得硬氣點。可惜這曹丕剛剛當上皇帝，求穩心切，沒聽。隨後他下令燒毀樊城、襄陽所有的軍事設施，把部隊從襄陽撤回。這就相當於主動放棄了本來可守的前線要地。結果真的如司馬懿所料，孫權根本不敢打，反而要來求和。當然，孫權求和也有可能是因為劉備要大舉進攻，發動夷陵之戰。不過從這裡也能看出，司馬懿看問題是非常準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司馬懿在曹魏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曹丕每次出征都是讓司馬懿留守後方，像當年蕭何一樣。所以說，曹丕對司馬懿的忠誠度是絕對的放心。但是這種放心是建立在曹丕自己覺得能駕馭司馬懿的基礎之上的。西元226年，曹丕去世。
臨死前，他把40歲的司馬懿叫到床前，任命他為輔政大臣。曹丕一走，司馬懿迎來了第3任老闆魏明帝曹睿。這個小皇帝可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他雖然年輕，但內心的城府和心機基本上是他爺爺曹操的翻版。這個時候的司馬懿雖然掛着輔政大臣的頭銜，但說句難聽的，當時曹魏的權力版圖裡，尤其是兵權還不在他的手上，真正握着槍桿子的是曹操的那幫宗室，比如像曹真。不過這個時候歷史就是這麼的詭異。它就像蝴蝶效應一樣，往往一個不起眼的人物，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點動了一下翅膀，結果就改變了整個局勢。而這個煽動翅膀，把司馬懿徹底推上軍事舞台的人，就是孟達。孟達這個人可以說是職業反骨仔，也是坑死關羽的罪魁禍首之一。早年他先背叛劉璋，後來再背叛刘備，現在看着曹丕死了，他又覺得曹魏不穩，又想回到蜀汉。所以他正在跟北伐的諸葛亮在信裡眉來眼去。此时的孟達盘踞在新城，諸葛亮寫信勸他要謹慎。人言諸葛亮謹慎，果然不假。叫我提防司馬懿，真是可惜。孟達卻自己算了一筆時間賬，他覺得司馬懿屯兵宛城，離洛陽800里，離新城1200里，就算知道風聲，還得上奏等召，再調兵出發。這一折騰，少說也要幾10天。他心裡想的是，有1個月的緩衝期，我把城防修好，再跟諸葛亮來個裡應外合，足夠翻盤。從邏輯上來說，這天衣無縫。不過他千算萬算，卻漏算了一點，他的對手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司馬懿。司馬懿聽到他要反叛的這個消息以後，做了以下動作。注意，這些動作算得上是教科書級的兵不厭詐。首先，第一步，他先寫信給孟達，他信中說，孟達兄弟啊，現在全天下人都知道你要反，我是不信的，咱們可是知己。這封信就是先給孟達吃一個定心丸，先把人穩住。第二步，司馬懿根本沒有等皇帝的旨意，而是直接下令全軍丟掉輜重，只帶乾糧，僅僅8天狂奔1200里。你可以理解為司馬懿是把步兵當騎兵用，把騎兵当飛兵用。當曹魏的旗幟像幽靈一樣出現在城下的時候，孟達這個時候還在城上喝茶。史書記載，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6日，拔之斬孟達。這叫什麼？這就叫雷霆手段。平時看着像只縮頭烏龜，一旦咬人，這龜頭變蛇頭，還是條眼鏡毒蛇。這一戰，司馬懿把曹魏那幫看不起他的皇親國戚全都給鎮住了。大家這才發現，原來這個讀書人打起仗來比誰都狠。但這僅僅只是熱身，真正的地獄級副本正式開始。西元231年，諸葛亮第4次北伐，這個時候魏國的名將已經死得差不多了，曹睿實在沒辦法，只能把司馬懿這張底牌打了出去。而這一去就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經典的一組 CP， 胡種對臥龍。咱們現代人受《三國演義》的影響太大，總覺得司馬懿逢亮必敗，諸如像《空城計》《上方谷》，但這些都是小說杜撰，正史裡的博弈比這要殘忍得多，也要無聊得多。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講過，諸葛亮北伐最大的痛點是什麼？粮草，他耗不起，所以他只能速战速決。而司馬懿的策略是什麼？司馬懿知道你急，但我就是不急，我就是要当缩头烏龜，我就是要跟你耗，我耗到你粮尽，耗到你心焦。所以后来在五丈原上演了那個大家熟知的名場面。諸葛亮為了激怒司馬懿出戰，派人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還帶着話羞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仲達呀，你要是再不敢出來，你就穿上這身女裝在家裡繡花吧。可能我們今天看到這一段覺得沒有什麼，畢竟現在網上有那麼多女裝大佬。但是在那個崇尚武德的年代，這就相當於把臉皮撕下来往地上踩。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魏國的将士們看到這一幕，當場就不幹了，一個個叫嚷着我要跟諸葛亮決一死戰。面對諸葛亮的這份厚禮，司馬懿是個什麼態度？肯定不爽。這裡我要糾正一下，《三國演義》這本小說裡寫的是司馬懿欣然接受，甚至很多電視劇裡演的司馬懿還笑嘻嘻的穿上女裝跟使者唠家常。但正史裡的司馬懿當場翻臉，他和手下的将軍們一樣暴跳如雷，隨後立即寫奏折請求助戰。結果呢，曹睿那邊派了一個叫辛毗的老臣，拿着皇帝御赐的桀杖，直接堵在門口，明令禁止，誰敢出戰，軍法處置。這些魏國的將軍們没辦法，只能忍氣吞聲。陛下有令，誰敢出戰，軍法處置。
遵命。哎，講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哪裡不對勁？這還是那個8日行軍斬孟達的司馬懿嗎？怎麼到了諸葛亮這裡，被人家拿着女人的衣服起臉輸出，反而變乖了，還要大老遠的寫一個申請報告？這裡面的貓膩，諸葛亮一眼就看穿了。當時姜維找諸葛亮說，魏國那邊派了新皮拿着結賬來了，是不是咱們的激將法要失效？諸葛亮嘆了一口氣说道：“彼本無戰情，所以故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啊。”這司馬懿壓根就沒想打，他寫奏折請戰，那是在演戲給自己的手下看，既安撫了手下的情緒，又把不戰的鍋甩給了皇帝。豈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司馬懿要是真的想打，早就提刀出戰了，還需要千里迢迢的去请示皇帝嗎？緊接着，諸葛亮又派了使者去挑釁，但這一次司馬懿笑嘻嘻的跟使者唠起了家常，对諸葛亮的身體无微不至的問候了一遍。你家諸葛丞相費盡心機想誘我出戰，真是難為了。不知你家丞相身體如何？我家丞相素喜夜寐，凡事必親，所進不過3升之飯，未嘗少帶。這裡說明一下，那個漢代的1升約等於現在的200毫升，也就是說諸葛亮每天吃的不超過半斤，也就是1磅左右。司馬懿听了之後，下意識地說了一句：“量食少而事繁，豈能久乎？”意思是諸葛亮離死不遠。西元234年，秋風五丈原，將星隕落，天命難違。諸葛亮終究沒能熬過時間，沒能熬過司馬懿。聽說諸葛亮死了，司馬懿立刻帶兵去追，結果蜀軍立馬殺了一個回馬槍。司馬懿以為諸葛亮裝死，嚇得狼狽逃竄。等到了赤岸，這個時候發現諸葛亮是真的死了。死諸葛嚇走活仲達，就是這麼來的。面對這些嘲笑，司馬懿也只是笑了笑：“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你看，司馬懿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因為他心裡清楚，活下來才是最後的贏家。西元238年，就在大家以為司馬懿能夠喘口氣的時候，遼東的公孫淵起兵反叛，自立為燕王。曹睿徵調了4萬大軍，叫來了司馬懿。他跟司馬懿說：“這公孫淵，你打算怎麼對付？”司馬懿只回了一句話，極其輕蔑。他說：“這公孫淵要是棄城逃跑，那是上策；他要是據守大營，那是中策；他要是敢死守襄平城，那是下策，必被我生擒。”接下來的遼東之戰可以說是司馬懿整個軍事生涯中最血腥也是最乾脆的一夜。他到了遼東，先碰上了公孫淵的主力，人家挖了20多里的戰壕，想跟魏軍打消耗戰。司馬懿一眼就看穿了，他玩了一招聲東擊西，他直接繞開了公孫淵的主力大營，直奔襄平。公孫淵被逼回了城中以後，準備死守。而正當司馬懿準備瓮中捉鱉的時候，結果連下了1個月的大暴雨。這魏軍的營地全是爛泥，將士們又冷又餓，很多人此時就在打退堂鼓。但司馬懿咬緊牙關死等，因為他心裡清楚，這種遠征一旦後退半步，這輩子就再也回不來了。他在等什麼？他在等雨停，等公孫淵斷粮。果然，雨一停，司馬懿立刻發動總攻，堆土山，挖地道，冲車攻城，箭如雨下。公孫淵被困在城裡，弹盡援絕。最後慘到人吃人。此时的公孫淵想跑，結果在逃跑的路上被魏軍追上，直接斬死。一般來說，仗打到這個份上，該收手，但司馬懿沒有。或許是因為這趟遠征太辛苦了，太憋屈了，他徹底撕下了溫文爾雅的面具，下了一道讓後背發涼的命令：屠城。襄平城15歲以上的男子7000多人，以及公孫淵政權的官員2000多人，全部處死。他把這1萬多具屍體堆在一起，築成了一個像金字塔一樣的建築。史書上管這個叫金棺，用來震懾所有敢於反抗的人。這一刻的司馬懿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的洗馬官，也不再是那個跟諸葛亮鬥智的儒將，他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征服者。他在用這座屍山告訴世人：順我者生，逆我者滅族。平定遼東以後，司馬懿那邊的血還沒洗乾淨，洛陽就傳來了噩耗：曹魏第3代皇帝曹睿病重。曹睿這個時候才30來歲，太子曹芳只有8歲。他很清楚，自己一旦死，這個年幼的皇帝和後宮內斂人是壓不住整個局面的。於是他召回了司馬懿。史書上說的很簡單，曹睿急召司馬懿入臥內，直起手指着太子，对司馬懿和曹爽說：“死乃可忍，朕忍死待親，親於其爽，服此孩。”意思就是說，我忍着病等着你回來，就是想把孩子交到你們手裡。
你和曹爽一起輔佐。這一幕的味道確實有點像白帝城托孤，一邊是快要死的皇帝，一邊是年幼的小皇帝，中间还站着一个从來沒輸過大仗的老臣。不過這曹睿畢竟不是劉備，他沒有勇氣把所有的籌碼壓在一個外星人的頭上，所以他最後決定的是司馬懿和曹爽共同輔政。從紙面上來說，這個設計也是有道理的。司馬懿有經驗、有威望，能鎮住老臣和邊軍；曹爽是宗室，有血統的正當性。兩個人一文一武，外姓和皇族互相牽制，誰都沒有辦法獨攬大權。西元239年，曹睿去世，8歲的曹芳繼位，名義上是曹爽和司馬懿兩個人共同輔政。起初，曹爽對這位老同事還是挺客氣的，凡有大事皆與議參謀。但問題就出在曹爽身邊的那群人，何晏、丁密、鄧陽這些世家子弟，他們說司馬懿的威望太高，朝廷的軍隊都跟着他，這樣下去大將軍遲早要被架空。曹爽一聽也覺得有道理，於是他玩了一招明升暗降的老套路，表面上把司馬懿的頭銜提到了太傅，但實際上把實權全部往自己這邊挪，自己繼續握着大將軍的職位。從這以後，朝中的大事多決於爽。司馬懿雖然名義上還在輔政，但實際上已經被邊緣化了。這權力一旦集中到一個不夠分量的人手裡，問題就來了。曹爽開始頻繁調整制度，改動禮制，生活也越來越奢靡。同時，他還幹了幾件消耗國家本錢的大事，比如他親自帶兵伐蜀，想打出一點屬於自己的戰果，結果被蜀國的費禕和王平聯手擊敗，不但無功而返，而且傷亡慘重。那司馬懿這段時間做了什麼？他沒有當面翻臉，沒有在朝堂上硬碰硬。面對年輕氣爽的曹爽，他再次祭出了他的看家本領——裝病。而這一裝就是好幾年。曹爽剛開始不信，便派人去試探。結果他看到司馬懿是躺在床上，雙手顫抖，壁裡魏州都流得滿身都是。太傅，下官奉命將赴靖州任職，特來辭行。并州好啊。天寒地冷，當多添衣。這李勝回去跟曹爽匯報說，司馬懿廢了，你放心吧，他只剩一口氣了。曹爽聽完也就徹底對司馬懿放下了戒心。曹爽可能不知，司馬懿這隻在裝睡的老虎比醒着的時候更可怕，因為他隨時準備給你致命的一擊。就在所有人，包括曹爽，包括滿朝文武，都以為司馬懿要窩囊的死在床上的時候，西元249年正月初6，一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政變拉開帷幕。這一天，曹爽帶着小皇帝曹芳，還有滿朝文武百官，浩浩蕩蕩的出城去祭拜高平陵。他們前腳剛走，那個病了8年的司馬懿突然睜開了眼，他翻身下床，迅速召集了偷偷養在民間的3000死士。這3000個人就像從地獄裡冒出來一樣，瞬間佔領了武器庫，控制了城門，封鎖了洛水浮橋，整個動作行雲流水。城外的曹爽接到消息之後，直接懵了。當時曹爽身邊的智囊勸他趕緊帶皇帝回許昌，現在皇帝在手，兵符在手，只要回到許昌就還能翻盤。但這恰恰是司馬懿最賭得起的地方，因為他太了解曹爽了，他明白曹爽就是一個沒經歷過風浪，只會貪圖享樂的富二代。司馬懿派人給曹爽送信，信裡寫的情真意切。他說：“大將軍啊，我司馬懿這輩子只想要回我太傅的職位。只要你交出兵權，我絕不殺你，你仍然是侯爺，你的榮華富貴一樣都不會少。”為了讓曹爽相信，司馬懿做了一件擊碎中國信義底線的事，他指着洛水發誓，用自己的人格，用祖宗的名義發誓絕不違背諾言。同時，他還找了蔣濟、陳泰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做擔保。曹爽信了，他看着身邊的嬌妻美妾，看着堆積如山的金銀財寶，心想做個富家翁也不錯。於是曹爽交出了兵權，帶着皇帝回到了洛陽。回來之後，司馬懿立刻翻臉，曹爽一進城就被軟禁。沒過幾天，司馬懿就找了個借口說曹爽謀反，夷三族。什麼叫夷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妻族，只要沾親帶故的全部殺光。那天洛陽城的刑場上血流成河，曹爽、何晏、鄧陽這一大幫子人，連同他們家裡的老人孩子，上千顆人頭落地。背信棄義這4個字被司馬懿演繹得淋漓盡致。當初那些給曹爽做擔保的老臣蔣濟看到這一幕，氣得當場吐血，覺得自己成了幫兇，沒過多久也氣絕身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變。從此之後，司馬懿徹底掌控了曹魏的江山。在這場鬥爭中，他贏了，但這一刻他也輸了。
他輸掉了中國貴族階層延續了幾百年來的信義。在司馬懿之前，從戰國後期開始，商鞅變法之後，其實中國就已經禮崩樂壞。但在貴族階層，大家至少還講點規矩，講點誓言，講點體面。但從司馬懿這裡開始，大家發現，原來為了贏是可以沒有底線的。這種無底線的生存哲學，就像病毒一樣，植入了後来的晉朝，也導致了後來的南北朝，中國進入了上百年歷史上最黑暗、最沒有人性的時代。2年以後，73歲的司馬懿病逝，他的一生是一部完美的厚黑学教科書。他告訴我們，才華很重要，但比才华更重要的是時機，而比時機更重要的是身體。面对世界100年未有之变局，健康才是财富，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只有活得久，身体夠硬朗，你才能有機会看到最後的底牌，成為那個笑到最後的人。懂的都懂。好了，關於司馬懿的故事，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最後和大家報個喜訊，咱們卡羅說書最近通過了 YouTube 的 YPP 資格，這份成績不光是我的，也更屬於熒幕前的各位好兄弟、好姐妹，千言萬語匯成一句，真的非常感謝。在這個快節奏的短視頻時代，我也沒有想到還有那麼多人願意靜下心來聽我嘮嗑幾句。這不僅僅是對內容的認可，也是對我今後堅持創作的動力。如果你覺得這一期視頻還不錯，不妨點擊視頻下方的超級感謝按鈕，請我喝杯咖啡。你等年紀輕輕，一遇挫折便鬆散懈怠，日後怎成大器？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也。夫處世之道，以及應變之術，豈可偏執一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貴在隨機應變。想魏蜀3分天下，劉備乃一知席販履之徒，卻能偏安一隅。古人云：得民心者可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為諸侯，得諸侯心者只可為大夫。籠絡人心，一統天下。OK，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卡羅，我們下期再見。